连续11个跌停，市值蒸发了75%。这家中国的半导体巨头，半个月前还在 ICU 门口徘徊，所有的华尔街秃鹫都以为中国半导体这块阵地，这次终于要被连根拔起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所有人都等着看崩盘大结局的时候，文泰科技这帮人竟然干出了一件让西方彻底破防，连剧本都来不及改的荒唐事。这一脚直接把西方精心布局半年的绞杀局拍得稀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要把这场戏看懂咱们得先回到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泰科技可是风光无限啊，花了整整268亿人民币，真金白银把荷兰的安氏半导体给收购了。安氏半导体是个啥级别的存在？那是全球功率半导体领域的老 pro， 占据了全球大约30%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汽车芯片这一块绝对的顶流。咱们中国人花自己的钱买人家公开出售的资产，合法合规，没有任何毛病，对吧？结果呢，安生日子过了几年，有人眼红了，掀桌子了。去年的9月30号，荷兰政府突然搞了个大动作，对安氏半导体下达了一道部长令，内容呢极其霸道，要求安氏在全球30个分公司1年之内一根针、一张纸，一个人都不许动，所有的资产、知识产权全部冻结。理由呢还是老掉牙的4个字儿：国家安全。最可笑是什么呀？大伙儿知道吗？荷兰政府用来发这道部长令的法律依据是一部名叫《物资供应法》的破玩意儿，这竟然是1952年颁布的呀！哎呦喂，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呢，半导体是个啥，估计连他们自己都没搞明白呢。那这部躺在棺材里70多年都快发霉的老黄历，居然被他们翻出来，专门用来对付一家中国公司。更觉得还在后头仅仅1天之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法院就跑出来补刀了。法院直接下令把咱们中国老板在安氏的一切职务全部暂停，把99%的股份强制交给一个什么第三方托管，然后随便从大街上拉个老外安插进去当独立董事，而且还给了他绝对的投票权。各位看懂这套连招了吗？名义上你文泰呢还是100%的股东，但是实际上这公司的公章财务大门钥匙全被人家抢走了，你连自家的门都进不去。这不是商业纠纷这就是一套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制的合法抢劫程序。抢了你的公司还不算完，人家还要断你的粮。2025年的10月，被荷兰人控制的安氏总部直接翻脸不认人了，切断了对安氏中国区的晶圆供应。这一招可真歹毒呀！那半导体这个行当晶圆呢，它就是粮食，就是命脉没有这晶圆，那你厂房里的设备它就是一堆废铁，你手底下的工人就只能大眼瞪小眼儿。这招锁后直接导致文泰科技管理层大地震董事长副董事长集体辞职了。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在 A 股市场上。大伙儿想想安氏绝大部分的资产呢都在海外，那现在荷兰人把门一锁，放2条恶犬在门口，年底的时候会计师事务所要去查账，人家根本不让你进会计师一看这账我没法查呀，直接在2025年的年报上写了几个大字儿：无法表示意见。在咱们大 A 股这几个字一出那简直就是判了死缓到了今年的5月6号，股票代码前面直接被扣上了 ST 的帽子。然后呢，就是所有文泰股民的噩梦，连续11个一字跌停每天开盘呢就是几十万手单子死死按在跌停板上。你想割肉跑路连个门缝都没有，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账户里的钱每天少10%。短短8个月公司的市值从850亿一路狂泻，直接跌破了200亿蒸发了75%。市场恐慌吗？当然恐慌因为大家不知道这家控制权被人家抢走，供应链被人掐断的公司到底还能不能活过明天如果你以为咱们中国企业就这么认怂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以前咱们中国企业在海外受了委屈，那剧本通常是什么样子抗议、交涉、找律师打国际仲裁，打个3-5年，花了几千万律师费，最后呢就只能打碎牙齿吃个哑巴亏。但是这一次文泰不按套路出牌了。就在上周5月22号，文泰科技直接跑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把安氏荷兰的控股公司以及那3个耀武扬威的外籍高管通通告上了法庭，索赔80个亿的人民币。
各位，这次起诉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合同违约，文泰拿出来的武器是一部能让西方人听了肝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部法律是2021年出台的。那过去几年咱们大多是国家层面在用，那比如把某个不听话的外国公司拉进不可靠实体清单，但是把它作为民事索赔的依据，由一家 A 股上市公司直接在国内法院起诉老外，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文泰的逻辑非常硬气，你们荷兰政府和法院搞的那套东西就是赤裸裸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你们这几个老外高管就是帮凶，现在不仅要你们停止侵权，把属于我的股权乖乖还回来，还要赔偿我80亿的损失。大伙儿品品这个味道过去呢是你在你的地盘上用1952年的破法律制裁我，现在我在我的主场东莞用最新的反外国制裁法收拾你，这就叫魔法打败魔法。一旦东莞法院支持这80亿的诉求，这帮老外如果敢不掏钱咱们就可以合法合规的扣押拍卖他们在中国的资产。你想抢我的肉，我先把你留在国内的锅给你砸了。你有病！官司打得再漂亮那也是后话。那对于一家科技企业来说活下去有饭吃才是硬道理。大家还记得去年10月荷兰那边断供晶圆的事吧？那当时呢外界都以为安氏中国这下彻底完犊子了。结果呢今年的5月29号在上海的纪委大会上，文泰的董事长杨牧往台上一站，说了一番让全场沸腾的话。他说，你荷兰没收了我们的资产没关系，我们就在自己的地盘上再造一个安氏。他宣布安氏中国现在的核心管理团队、研发团队、市场团队全部扎根在中国，拥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更牛的是什么？是被逼出来的国产供应链大爆发。去年危机爆发安氏中国就像疯了一样立刻找上咱们国内的晶圆代工巨头鼎泰匠心、上海基塔、新联集成，老外不给做，咱们自己人顶上。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各位，这半导体的验证周期呢，通常是按年算的，但是他们只用了几个月今年1月最难搞的 IGBT 晶圆直接实现了100%的国产切换。2月全年的国产供应方案全部敲定，到了5月份 MOSFET 和逻辑 IC 产品线已经彻底实现了自给自足。你不是要卡我的脖子吗？对不起，我自己长出了一套新呼吸系统。还有一个让西方人彻底破防的细节去年4季度就在荷兰那边疯狂断供的时候，安氏中国居然用自己刚刚跑通的国产供应链生产出了110亿颗芯片反向出口到了欧洲，而且呢还是卖给了大众宝马这些顶级车企。大伙儿听懂这个逻辑吗？以前是你断供我等死，现在是你断供我自己造，造完了我还把芯片卖到你老家去，抢你的客户，赚你的欧元。杨董事长给这套战法起了个贼霸气的名字叫中国制造，服务中国，辐射全球。以前咱们走路只有一座独木桥，断供了人就得掉到河里。现在呢咱们自己修了3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桥，你炸我一座我剩下的2座照样跑大卡车。这就是咱们中国半导体的底气。听完这些大伙儿应该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周文泰的股票能连拉6个涨停板了吧？市场上的资金比猴都精11个跌停是因为大家都以为你离了荷兰人就得死，而这6个涨停是因为市场突然发现，哎呦喂，原来你安氏中国自己单干活得比以前还滋润现在全球大趋势是什么呀？是 AI 服务器，是新能源汽车，是满地乱跑的机器人。这些赛道今年全都是70%、100%的爆发式增长。而这些产业他们最急需的不是那种被美国人卡得死死的3纳米、2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安氏半导体造的这种功率器件。中国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功率半导体消费市场，没有之一那现在呢，安氏中国把这个供应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产能有产能，要技术有技术，要市场有市场。那个远在欧洲被荷兰政府搞得乌烟瘴气的所谓总部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官司咱们慢慢打，80亿咱们慢慢要，但安氏中国的机器1秒钟都不会停转，这就叫浴火重生，这就叫打铁还需自身硬。
西方那些政客总以为靠着一两不破法律，搞点流氓手段，就能把中国的企业扼杀在摇篮里，但他们永远不懂啊，中国人最不怕就是逼，你越逼，我们反弹的力道就越大。今天文泰趟出来这条血路，就是明天千千万万中国科技企业反击的教科书。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